这是第3次了。艾伦西亚看着满地鲜血，阿内斯被人杀害，即便在充满悔恨的平静生活中度过，即便让家人忏悔并谦卑的生活，虚空中传来诅咒。艾伦西亚，诺瓦里塔尼毁了一切，去死吧！最后，我总能听到怨恨我的声音。是的，我现在明白了，神想要的是因果报应。我不断回归并反复惨死的理由，是因为我那恶毒家族所积累的罪孽，所以这一世我要彻底毁灭，以此彻底逃离这令人厌倦的生活。阳光洒进华丽的卧室，阿内斯站在床边说道：“艾伦西亚小姐。”艾伦西亚猛地睁开双眼，露出湛蓝的瞳孔。阿内斯笑着说道：“小姐，您醒了吗？早上好。”艾伦西亚坐在床边，轻声问道：“阿内斯。”阿内斯说道：“小姐今天要先准备洗澡吗？还是先吃点简餐？”艾伦西亚环视四周，我明白了，果然如我所料，巨大的命运齿轮再次开始转动，我的第4次生命已经开始了。你本不必死去的，阿内斯。阿内斯双手交叠说道：“对了，有一封给您的信，小姐。”艾伦西亚转过头问道：“信？”我想起来了，确实有这么一封信。每次我重生回归，都会收到某个男人的信，直到现在为止，我一直都无视这些信件。艾伦西亚说道。阿内斯，准备一下，我要出门。在这一生中，我需要做出一点改变，成为帝国最大的恶女，彻底摧毁家族的名声，这就是我的目标。胖男人坐在对面说道：“其实我有话想对您说，小姐，虽然有些突然，但我爱慕您的一切，您的脸蛋和身材，我全都喜欢。”艾伦西亚微笑着问道：“你说什么？这家伙在说什么？他疯了吧？”男人突然站起身大喊：“我爱上您了，小姐！”艾伦西亚愣住，他不正常，但实际上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。周围的宾客纷纷侧目，低声议论。艾伦西亚端起茶杯，优雅地笑道：“只看外表就谈论爱，这种男人我觉得非常肤浅，所以我必须拒绝。”他举起杯子，将滚烫的咖啡全部泼在男人脸上。男人惊叫道：“艾伦西亚小姐！”艾伦西亚冷冷地说道，而且在初次见面时就对我的身材评头论足，这简直是无理到了极点。他拿起一块巧克力蛋糕，直接拍在男人额头上。男人惨叫道：“哇，艾伦西亚小姐，你怎么能这样对我？”艾伦西亚冷漠地问道：“什么？”男人浑身颤抖，狼狈地站在原地。艾伦西亚沉思着，太好了，我肯定已经彻底被他恨上了。他微笑着说道：“哎呀，这身衣服看起来很贵，至少让我支付你的清洗费吧。”这样一来，他的自尊心应该也碎了一地。男人浑身颤抖地喊道：“你怎么敢！”他猛地挥动手掌。艾伦西亚睁大眼睛，我并没打算挨打的。一名棕发女性突然冲到两人中间，男人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他扇了一巴掌。棕发女性放声大哭，她愤怒地怒吼道：“你这个无赖！”艾伦西亚呆立在原地，他疑惑地问道：“你是哪位？”维多丽娜愤怒地喊道：“你这个恶心的混蛋！有2个女人还不够吗？现在又找了一个？难道你忘了下个月就要和我结婚了吗？”斯坦慌张地摆手解释道：“维多丽娜，这是个误会，先听我说。”维多丽娜打断道：“什么误会？大家刚才都听到了你的告白。”艾伦西亚冷冷地看着他，居然说是误会，难道没看到周围有多少人吗？斯坦少爷果然和传闻中一样，是个粗鲁无礼的人。斯坦见势不妙，转身落荒而逃。我们以后再谈。艾伦西亚看着混乱的场面，虽然不是故意的，但婚约确实因为我毁了，这样下去我会被双方家族指责的。等一下，如果这位无名的贵女现在开始咒骂我……维多丽娜紧紧握住艾伦西亚的手。艾伦西亚小姐，您真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由衷的感谢您。我是维多丽娜，斯坦曾是我的未婚夫，虽然知道他不忠，但因为是家族联姻，我本打算忍气吞声继续这段婚姻。但看到您高贵的姿态，我终于意识到，斯坦那个家伙根本就是个一文不值的垃圾。维多丽娜满脸崇拜地说道：“多亏了您，我才有了退婚的勇气。我也想变得像您一样，无所畏惧又高贵优雅。”艾伦西亚尴尬地回应道：“你到底在说什么？”围观的男人们议论道：“那位小姐真是深谋远虑，刚才泼水的样子太帅了。”人群中爆发出欢呼声，为艾伦西亚小姐干杯。艾伦西亚僵在原地，事情不该是这样发展的，我必须赶紧离开这里。他提起裙摆说道：“我突然想起重要的事，先走一步了。”维多丽娜在身后喊道：“请等一下，让我为您敬一杯茶。”店员抱着托盘走过来，一脸歉意地说道：“非常抱歉，店里的椅子被弄脏了。”艾伦西亚露出微笑，这是个好机会。他看向店员问道：“我明白了，你需要多少钱？”店员有些局促地回应道：“如果您能支付，椅子的清洁费就够了。”艾伦西亚冷笑一声说道：“真不敢相信，你居然打算清洗那把脏椅子再继续用，真是没品位。”他随手撒下一把金币，店员捧着金币惊呼：“这太多了！”艾伦西亚转身离去。我就是一个试图用钱解决一切的傲慢贵族。马车在街道上行驶，今天是第1天，做到这种程度应该够了。为什么没人理解我？我明明做了那么多坏事。昨天的咖啡馆事件，结果也变成那样了。阿内斯兴奋地跑来汇报：“小姐，咖啡馆的人都在夸您，他们说您给的金币正好购买一把新椅子，现在他们打算重新装修。”艾伦西亚叹了口气，既然昨天失败了，今天必须做得更过分才行。他冲进餐厅喊道：“为什么今天的早餐这么晚？”他又跑到洗衣房斥责：“这些衣服是你熨的吗？袖口全都是褶皱。”他最后来到花园，对着修剪树木的园丁喊道：“快给我下来！你把这棵树剪得丑死了！”艾伦西亚走在走廊里，既然在外面很难树敌，那就从内部开始。如果我做些反常的事，大家一定会觉得我疯了。以前我从不找麻烦，也不会这样斥责仆人，但如果不做点什么，我就永远无法树立敌意。阿内斯疑惑地问道：“小姐，您今天怎么起得这么早？”
艾伦西亚头也不回地说道：“我去检查了，看看仆人们有没有偷懒。”阿内斯惊讶地问道：“您大清早特意跑去检查吗？”艾伦西亚冷哼一声：“他们的工作太糟糕了，我刚才教训了他们一顿。”阿内斯看着艾伦西亚坐在书桌前忙碌，他在纸上不停地写着。阿内斯凑近问道：“小姐，您在写什么呢？”艾伦西亚握着羽毛笔说道：“我今天非常忙，要做的事情太多了，必须全部写下来。”阿内斯看着艾伦西亚，满脸崇拜。小姐一大早就去检查，甚至还制定了计划。在公爵家的三兄妹中，长子埃尔瓦斯少爷总是对女仆动手动脚，次子埃文少爷动不动就殴打仆人。虽然小姐性格冷淡，但她从不粗暴对待我们，毕竟小姐才是唯一能继承诺瓦里塔的人。阿内斯兴奋地问道：“小姐，您决定要继承家族了吗？”艾伦西亚停下笔，疑惑地问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阿内斯继续说道：“您已经成年了，公爵大人也该选继承人了。我本以为您不感兴趣，看来是我猜错了。这真是个伟大的决定。根据帝国的继承法，只要有能力女性也可以继承家业。如果是小姐，您一定可以做到的。以前没人站出来，老爷和仆人们都很担心，但现在您终于……”艾伦西亚打断道：“等一下，阿内斯，我没有那种打算。”阿内斯完全没听进去，继续说道：“您连饭都不吃就去巡视宅邸，甚至还制定了计划。一位勤奋诚实的主人真是太棒了。”艾伦西亚看着纸上的清单，疯狂购物，折磨仆人，这明明是恶女计划。阿内斯开心地转圈，老爷听到这个消息一定会非常高兴的。以前女性继承人很少见，但现在时代不同了。小姐，您没必要隐藏自己的感情，尽管展现您的野心吧。艾伦西亚看着阿内斯，我该从哪里开始解释？回归还有前世的事，根本没法开口。他揉碎纸团，够了，快停下，把早餐带到这里来，我想再休息一会儿。阿内斯欢快地回应道：“遵命，我的小姐。”艾伦西亚随手扔掉纸团，算了，如果只是阿内斯误会，那还没什么大碍，但我错了。公爵坐在书桌前问道：“艾伦西亚，听说你想成为家族继承人？”艾伦西亚僵在原地，怎么会传得这么快？居然已经传到父亲耳中了。公爵说道：“这是我听过最好的消息。”艾伦西亚愣住：“什么？”公爵继续说道：“那么从明天开始就进行继承人训练吧。早知道你感兴趣，我就该早点放手。”艾伦西亚有些迟疑地问道：“但是父亲，我不是还有哥哥们吗？”公爵大笑起来：“埃尔瓦斯和埃文今天早上都联系了我，他们非常乐意把位置让给你。”诺瓦丽塔脸色阴沉，这个家族的一切都进行得太顺利了。继承人的职责是让家族繁荣昌盛，但我的目标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彻底毁灭这个家。如果让那种人成为继承人……议论声响起，他根本不清楚自己的位置，竟然接下了这么重的担子。诺瓦丽塔家族真的没落，这种继承人只会让家族蒙羞。艾伦西亚露出笑容：“诺瓦丽塔家族真的会走向毁灭吗？”他回应道：“没问题，父亲，明天就开始训练，对吧？如果继承人犯下错误，规模将远超最小的女儿。”庄园门口传来惊呼：“您要骑马去吗？不是坐马车？”艾伦西亚回应道：“是的，有什么问题吗？”阿内斯劝说道：“小姐，请您再考虑一下马车吧。如果您不喜欢白色的，我们还有刚买的金马车。”艾伦西亚拉住缰绳说道：“马车没有任何问题，我只是单纯想骑马而已。”阿内斯担忧地看着他：“小姐。”艾伦西亚抚摸着马鞍，这种眼神真不错，就像在看一个没教养的女人。我终于成功毁掉了名声。如果我骑马穿过城市，所有人都会觉得我毫无阶级感，连仆人们都露出这种表情，那些老派贵族肯定会更震惊。阿内斯一脸担忧，这对小姐来说太危险了。艾伦西亚跨上马背，阿内斯，你可以坐马车跟着，或者干脆别去，这取决于你。阿内斯惊慌地喊道：“但是小姐！”艾伦西亚策马疾驰而去，阿内斯追在后面喊道：“小姐！”街道另一头，黑发男人停下脚步问道：“你说谁要过来？”随从低头回应道：“是诺瓦丽塔家族的继承人。”黑发男人冷笑一声：“诺瓦丽塔家竟然还有正式的继承人吗？”随从走在街道上说道：“听说他们最近才开始继承人的训练。”黑发男人停下脚步问道：“是谁？”埃尔瓦斯笑着回应道：“我想应该是诺瓦丽塔家族的成员吧。”黑发男人微微皱眉：“我不是那个意思。”随从说道：“你很快就能见到他们，为什么不亲自去问呢？”黑发男人陷入沉思：“诺瓦丽塔吗？那个家族竟然还有人？”远处传来急促的脚步声，一个小女孩冲过来喊道：“是王子，真的是王子殿下！”小女孩的母亲在后方惊呼道：“天哪，索菲亚！”索菲亚仰起头笑道：“日安王子殿下。”黑发男子露出微笑，摸了摸他的头：“既然我是王子，那么公主又在哪里呢？”索菲亚愣住，思考道：“公主是在……”一声惊呼传来：“快让开！”黑发男子察觉到危险，一把搂住索菲亚，侧身躲避。他猛地抬头，一匹马正疾驰而来。这孩子会受伤的，我该使用魔法吗？但如果被发现我能使用魔法的话……艾伦西亚拼命勒住缰绳：“快趴下！”马匹在空中嘶鸣，前蹄险些踏中两人。艾伦西亚稳住身形，低头看向路中间的两人，马蹄重重落在地面，扬起一片尘土。随从冲过来喊道：“你们没事吧？”黑发男子松开怀抱回应道：“我没事，但这孩子……”索菲亚眼中闪烁着光芒。黑发男子开口说道：“看来他没事。”艾伦西亚走下马背：“没事吧？有没有哪里受伤？”“我很抱歉，但刚才真的是个意外。”黑发男子站起身：“真是个彻头彻尾的混蛋！因为你的马，我们差点就……”他看清对方的脸，愣在原地，竟然是个女人。刚才那种骑术绝对不是开玩笑的。索菲亚看着艾伦西亚：“是公主，一位公主从天而降了。”艾伦西亚轻抚索菲亚的脸颊：“天哪，这孩子！虽然我很漂亮是事实，但现在这不是重点。
就算现在看起来没事，之后也可能出现问题，对吧？索菲亚的母亲愣住回应道：是的。艾伦西亚站起身说道：我会确保赔偿到位，请把账单寄给诺瓦丽塔。黑发男子低声重复道：诺瓦丽塔。艾伦西亚拍了拍裙摆说道：啊，对了，我还没自我介绍过。他挺直脊背，直视着对方的眼睛：我是艾伦西亚·诺瓦丽塔。黑发男子沉默地盯着他，脸色变得更加阴沉。艾伦西亚看着他的表情，他竟然在那摆臭脸，该不会这家伙真的讨厌我吧？讲师站在黑板前说道：根据泽诺斯三方联盟，帝国有义务保护加入协议的弱小国家，而受保护的国家则必须……艾伦西亚看向身侧，他的名字是叫欧吉里德吗？他确实长得非常英俊，我的前夫远比不上他，那个我前世一见钟情的人。如果我先遇到的是这个男人，我还会爱上前夫吗？反正这辈子我也不会和他有任何瓜葛。格雷德罗斯家族的继承人欧吉里德·格雷德罗斯。格雷德罗斯是皇帝的监察官，而诺瓦丽塔家族则是腐败的温床，我们简直就像油和水，根本无法相容。早知道他长得这么帅，我就不该故意躲着他，但这根本不是重点。不久前，艾伦西亚伸出手说道：我是艾伦西亚·诺瓦丽塔。欧吉里德冷淡回应道：知道了，那我先走了。艾伦西亚感叹：真是个无理的男人，不过这说明我的第一印象应该也没那么糟吧。其实这样也不错。无论如何，不能忘记今天来参加无聊活动的初衷。我要毁掉这场讲座。讲师指着黑板说道：皇帝陛下为了弱小国家发起了远征，这是为了维持大陆和平而采取的公平措施。艾伦西亚拍桌而起：请等一下，你是在说现在的帝国是公平的吗？难道帝国不是在利用条约作为摧毁所有国家的借口吗？讲师反驳道：帝国有义务保护宣誓效忠的国家。艾伦西亚回应道：那本身就是错的，帝国最终只会保护提供贡品的国家，称这种契约为公平实在不太妥当。欧吉里德坐在后排一言不发。艾伦西亚心中窃喜，在帝国有句俗话，不要踩在老师的影子上。在讲座中反驳他人被视为非常失礼的行为，现在只剩下让人来批评我了。宗发学生笑着说道：说得很有道理，从客观角度回顾历史确实非常重要。艾伦西亚愣在原地。什么？讲师气得浑身发抖，大声喊道：今天的讲座到此结束。艾伦西亚看着讲师跑出教室，他追问道：你就这样放弃了吗？辩论该怎么办？明明提前学习过了，甚至准备了很多足以激怒学者的言论。身后传来声音：下午好，艾伦西亚小姐。宗发学生走近说道：我也非常赞同您的观点，那个学者今天表现得太糟糕了，竟然因为一点分歧就愤而离场。您的脸色不太好，今天是您的第一课吧？如果您觉得不舒服，我可以送您回家。欧吉里德突然停步，转过身说道：我来送他，既然他没坐马车来，那就跟我走吧。欧吉里德盯着艾伦西亚：你觉得呢？总比一个人骑马强吧？艾伦西亚满脸不悦，虽然长得很帅，但他说话的样子真是让人火大。反正刚才拍桌子，手掌还在隐隐作痛。艾伦西亚走向前：那就麻烦您了，欧吉里德大人。他挽住欧吉里德的手臂，露出优雅的微笑。欧吉里得低头问道：那我们走吧。两人并肩走出教室，身后的学生们开始小声议论：那两个人认识吗？另一个人回应：不可能吧，那可是诺瓦丽塔和格雷德罗斯家呀。宗发学生站在原地，咬紧牙关，一脸不甘地看着两人离去的背影。艾伦西亚坐在马车里，果然比起马车，还是骑马更轻松，不仅速度更快，也更加自由。如果时间也能像这样飞快流逝就好了。还有这令人疲惫的生活。欧吉里德开口问道：你找我有事吗？艾伦西亚回应道：那应该是我的台词吧。欧吉里得继续说道：上课的时候你一直盯着我看。艾伦西亚惊呼道：我吗？我盯着他看了很久吗？欧吉里得看着他，他刚才盯着我的眼神确实非常强烈。艾伦西亚有些尴尬，抱歉。他突然想起了什么，不对，恶女是不道歉的。他立刻改口说道：请无视我刚才的道歉。欧吉里德一脸困惑。艾伦西亚侧过头：我确实看了一会儿，如果传出我好色的传闻，倒也不算太坏，但这都怪你，长得实在太帅了。他理直气壮地问道：难道我不能看吗？反正看一眼又不要钱，再说看都看了，时间又不能倒流，我还能怎么办？从现在开始，我会注意自己的视线。看到你这么慌张，我确实感到有一点点抱歉呢。欧吉里德愣在原地，他看着眼前的女人，这个女人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阿内斯急匆匆跑进房间，大声喊道：小姐，您绝对不能那样独自出门，您知道我有多担心吗？而且听说您是和欧吉里德大人坐同一辆马车回来的，要是其他名媛因此欺负您，该怎么办啊？艾伦西亚拨弄着头发，漫不经心地问道：你到底在说什么啊？阿内斯握紧拳头回应道：欧吉里德大人人气极高，对整个帝国的女性来说，他简直就是公共财产。艾伦西亚愣在原地，他猛地抓住阿内斯的手，兴奋地喊道：阿内斯，快多跟我说说那个。阿内斯愣住，说什么？艾伦西亚说道：关于欧吉里德大人，你刚才说我可能会被欺负对吧？是因为我和他同乘一辆马车，所以大家会讨厌我吗？阿内斯慌张地摆手回应道：不是那个意思，只是因为他太受欢迎了，我担心传闻散布开来会让您处境艰难。艾伦西亚说道：阿内斯，你做得很好。阿内斯疑惑地回应道：是吗？艾伦西亚握紧拳头，一个受欢迎到被称为公共财产的男人，这意味着欧吉里德就像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域，如果有人试图独占它，一定会招来所有人的厌恶。阿内斯只是看到
我和他同乘一次马车，就已经如此担心了。如果我向他求婚的话，一定会引起巨大的骚动。没错，只要我死缠烂打得黏着他，就一定会被格雷德罗斯家族讨厌。艾伦西亚高举双手，大声喊道：“就是这个，简直太完美了！”阿内斯担忧地说道：“小姐。”第二天早晨，全家人正在用餐。艾伦西亚放下餐具，说道：“我已经找到了想要结婚的对象。”埃尔瓦斯和埃文猛地喷出水，剧烈地咳嗽起来。母亲愣在原位，结婚？父亲震惊地质问：“你说什么？”艾伦西亚优雅地喝了一口酒，平静地回应道：“我打算尽快求婚，所以先告诉你们一声。”埃尔瓦斯擦着汗说道：“这也太突然了，你一直瞒着我们，到底什么时候交了男朋友？”艾伦西亚双手托腮，露出灿烂的笑容：“是一见钟情。”母亲低声问道：“对方是谁？”艾伦西亚切着盘中的食物，平静地回应道：“欧几里德·格雷德罗斯大人。”母亲愣在原地：“你说是谁？”艾伦西亚微笑着重复道：“现任格雷德罗斯代理公爵，大公欧几里德大人。”父亲猛地拍向桌子，愤怒地吼道：“绝对不行！除非我死，否则我绝不同意这门亲事。”艾伦西亚微笑着说道：“我就知道您会这么说，但您说的太晚了，我已经寄出了求婚信，现在应该已经送到格雷德罗斯公爵府了。”父亲脸色惨白地喊道：“什么？你刚才说什么？”格雷德罗斯公爵府内，随从递上一封信，有一封来自艾伦西亚小姐的信。欧几里德披着毛巾问道：“谁寄来的？”随从恭敬地重复道：“是艾伦西亚·诺瓦丽塔小姐。”欧几里德皱起眉头问道：“为什么？”随从无奈地回应道：“我怎么会知道呢？”欧几里德冷淡地说道：“拆开读给我听。”随从指着自己问道：“我吗？”欧几里德回应道：“没错，你本来就该先筛选信件，然后再交给我吧。”随从为难地说道：“话是这么说没错，这明明就是一封情书啊！”他无奈地拆开信封，那我就真的读了。他展开信纸读道：“我亲爱的欧几里德大人，你愿意和我结婚吗？”欧几里德停下了动作，他转过头问道：“你刚才说什么？不要开这种玩笑。”弗雷德里克认真地回应道：“我没有开玩笑。”欧几里德一把夺过信件，盯着上面的文字：“我亲爱的欧几里德大人，你愿意和我结婚吗？”艾伦西亚·诺瓦丽塔。信纸上确实只写了那一句话，他反复翻看，确认里面没有其他东西。他又把信纸翻到背面查看，甚至用力抖了抖信封。欧几里德陷入了沉思，那个女人到底在想什么？欧几里德停下脚步问道：“艾伦西亚小姐来了，所以今早那封信真的是宣战布告吗？”弗雷德里克说道：“你说话的样子像要去打仗，明明是你被求婚了。”欧几里德反驳道：“那看起来像求婚吗？”他拿出信封，愤怒地说道：“无论怎么看，他分明是在挑衅我。”欧几里德平复情绪，吩咐道：“让他在接待室等着，我马上就过去。”弗雷德里克看着他的衬衫问道：“你就穿这身去见他？”欧几里德头也不回地回应道：“那又怎样？是他突然造访，竟然还要我换衣服。”他冷哼一声，径直走向接待室。弗雷德里克看着他的背影，能让欧几里德大人心烦到这种程度，他在各种意义上都很了不起。艾伦西亚坐在沙发上，优雅地喝着茶，他看向推门而入的人，微笑着说道：“向您问候，欧几里德大人。”欧几里德坐到对面，突然造访实在太失礼了。艾伦西亚依旧保持微笑，静静地看着他。欧几里得看向弗雷德里克：“你们两个去外面候着。”艾伦西亚抬手示意道：“他们可以留下。”欧几里德靠在沙发上：“我担心这会让你丢脸。”艾伦西亚说道：“我会没事的。”他注视着欧几里德，看来他无论如何都会拒绝这份提议。从他的打扮就能看出，他并不欢迎我。即便如此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他还是考虑到了我的立场。他是个相当真诚的人。艾伦西亚微笑着问道：“你收到今早我寄出的那封信了吗？”欧几里德冷淡地回应道：“是的，收到了。”艾伦西亚继续问道：“那么你的回复是什么？”欧几里德叹了口气：“你觉得我会说什么？”艾伦西亚自信地回应道：“那当然是你会完全拒绝他。”欧几里德眼神微变：“你真的这么想吗？”艾伦西亚愣在原地。“什么？”欧几里德突然站起身，伸手按住桌面，迅速向他逼近。他俯下身子问道：“为什么我会拒绝他？”欧几里德近在咫尺，嘴角带着一丝弧度。艾伦西亚睁大眼睛，心跳不由自主地加快。弗雷德里克一脸慌乱地看着艾伦西亚，开口问道：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们昨天才第一次见面吧？”欧几里德神情冷峻地回应道：“但明知如此，还向我求婚的人是你吧？”艾伦西亚语塞地辩解道：“我甚至还没正式社交出道。”欧几里德说道：“你的出道仪式快到了吧？皇太子的生日宴就在2个月后，或许就是在那时。”艾伦西亚愣在原地，他说的对。他深吸一口气问道：“那么你要接受我的求婚吗？”欧几里德露出玩味的笑容：“我确实打算考虑一下。”他不紧不慢地问道：“你不介意吧？”夜晚的宅邸，艾伦西亚在房间里大喊：“不可能！”阿内斯停下手中的活问道：“小姐，什么不可？”艾伦西亚把脸埋进被子里：“欧几里德大人竟然在考虑和我结婚。”阿内斯满脸崇拜地回应道：“他可真有眼光。”等等，他到底说了什么？他竟然说会考虑这件事，这本身就很奇怪吧？他确实是个优秀的男人，但小姐您也是完美的。”艾伦西亚无奈地说道：“好了，快别说了，我到底哪里搞错了？”那个厚颜无耻的女人试图独占属于大家的欧几里德，却被狠狠拒绝。即便如此，她依然执迷不悟。艾伦西亚抓着头发在床上痛苦地翻滚：“我只是想要那个头衔，结果却变成这样。我根本没指望欧几里德会认真考虑那份随意的求婚，他竟然说要考虑一下，他是不是疯了？”管家敲门走进房间：“小姐，有您的邀请函。”
艾伦西亚猛地转过头，惊讶地问道：“邀请函给我的？”管家恭敬地回应道：“是的，这是指明给您的信件，请您亲自确认。”艾伦西亚坐起身，疑惑地看着信封：“给我的？到底是谁寄来的？”庄园门口传来欢呼声，名媛们围上来喊道：“艾伦西亚小姐，感谢您的光临，我们一直想见到您。”艾伦西亚看着众人，毫无疑问，我迟到了。为了应对充满批判的茶会，还特意穿得很华丽。但是这种平和的氛围是怎么回事？维多利娜和同伴们眼中闪烁着光芒，真的是艾伦西亚小姐，您今天也如此美丽。一名小姐走近说道：“小姐，我听过很多关于您的传闻。”艾伦西亚回忆着：“这几天我确实表现得很显眼，但我明明只做了坏事，为什么？”那名小姐说道：“那是多么勇敢而美妙的举动。”艾伦西亚愣在原地。什么？蓝发小姐端着茶杯说道：“我也听说了，是指讲座上发生的事吧？真的很让人沮丧。最近缺乏实力的学者太多了，师徒文化也相当僵化。”艾伦西亚小姐试图改变长久以来的陋习。其实我也很喜欢骑马，但因为在意他人的眼光，从来没有勇气去尝试。但您为我们打破了潜规则，贵族女性受到的束缚太多了。这种情况下，率先采取行动，难道不难吗？维多利娜拍手说道：“啊，对了，找个时间大家一起去骑马吧，去新装修的午后阳光喝茶。”长发少女有些迟疑：“午后阳光吗？那家店？”维多利娜笑着说道：“如果你是担心斯坦，那就没必要了。我给了他一个非常痛快的复仇。”蓝发少女惊讶地问道：“难道你打了斯坦吗？这种勇气是从哪来的？”维多利娜看向众人说道：“其实这都要多亏了艾伦西亚小姐。”艾伦西亚的表情瞬间凝固，完全没预料到会被点名。我吗？蓝发少女满脸崇拜，不愧是艾伦西亚小姐，那种威严的态度，真想好好学习一下。艾伦西亚慌乱的摆手，这和预想的不一样，事情不该这样发展。维多利娜突然伸出手，紧紧握住她的手。艾伦西亚小姐，如果不介意的话，您也能引导我们吗？艾伦西亚呆立在原地，看着满怀期待的少女们，到底要引导他们什么？我完全没有头绪。欧吉里德坐在桌前，心跳声清晰可见。我到底是怎么了？我明明比任何人都更加理性且完美，可为什么唯独在那个女人面前无法保持冷静？我从未有过这种感觉。弗雷德里克凑过来笑道：“难道这就是爱吗？”欧吉里德沉声说道：“你看起来像是想被赶出去。”弗雷德里克立刻缩回桌子旁。哎呀，这些文件是什么时候堆在这的？我要工作了，好忙啊！欧吉里德深深地叹了口气。我确实表现得太冲动了，本以为他肯定会拒绝。他捂住脸，感到一阵羞愧。无论怎么想，那都是个错误。我以前是这么容易被动摇的人吗？是被挑衅了吗？亲自提出求婚，又暗示他可以接受，只是为了看那副表情。他的嘴角微微上扬，不过那副表情确实值得一见。他到底在想什么？艾伦西亚握紧拳头，真是个绝妙的主意，这次肯定能成功。他在原地兴奋地蹦跳。阿内斯在一旁担忧地问道：“小姐，您还好吗？”艾伦西亚冷静下来，虽然名媛们提出了奇怪的请求，让我很困惑，但是仔细想想，这并非不可能实现。多亏了他们，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，名字就叫恶女养成计划。首先教导他们做坏事，把名媛们培养成真正的恶女；其次让他们的名声彻底扫地；第三揭露我就是幕后黑手，是我把他们培养成了恶女；最后我会被所有人谴责，因为我带坏了无辜的少女们。这就是完美的恶性循环。艾伦西亚看向身旁说道：“好了，阿内斯，我要写邀请函，去准备纸和笔。”艾伦西亚放下手中的茶杯。那么大家都准备好了吗？维多利娜和名媛们整齐地坐在对面，他们异口同声地喊道：“当然，课程要立即开始吗？”艾伦西亚摊开手说道：“既然已经决定了，现在就开始也没问题吧？”维多利娜拿出笔记本，名媛们满脸兴奋地回应：“是的，我们已经准备好了。”艾伦西亚看着他们，露出满意的微笑。他们这么有干劲，真是太好了！看起来他们一定能成为非常优秀的恶女。艾伦西亚站起身说道：“我肯定教过你们，尽可能晚点出现才是吸引注意力的最好方法。只要你们还在上我的课，就绝对禁止准时到达，即使是跟我约好也一样。”名媛们低下头说道：“对不起，艾伦西亚小姐，我们也试着迟到了，但还是比不上您。我们要迟到多久才行？大概30分钟吗？”艾伦西亚和尚折扇说道：“没错，现在就定在30分钟吧。”他看着眼前的少女们，重要的不是时间，而是迟到这个行为本身。如果我的名声受损，这些小姐们肯定会怨恨我。他收起折扇说道：“完美，课程快结束了，各位还记得我强调过的事吗？”维多利娜与同伴们回应道：“是的，艾伦西亚小姐，我们记得很清楚。”艾伦西亚微微侧头：“是吗？”他竖起手指说道：“第一，要获得与付出相等的报酬，还有以眼还眼。就算忘掉别的，只要记住这2点，你们的人生就会改变。”他打了个响指，几天后的帝国舞会就是你们实践的机会。只是走上前，小姐，艾伦西亚看向执事说道：“今天我们先进行实战演练。如果这位执事邀请你们跳舞，你们所有人都要毫不留情地拒绝。”众人大声回应道：“艾伦西亚小姐，我们会全力以赴的。”艾伦西亚双手叉腰，走在走廊中央，身后跟着一众仆人。这几天都没机会找这些仆人的麻烦。作为一个恶女，我应该不停地做坏事，但我最近实在太懈怠了。不过既然过了这么久，肯定有很多值得抱怨的地方。他露出坏笑，今天就是全方位找茬日。艾伦西亚停下脚步，伸手摸向窗框边缘。他看着指尖发愣，怎么可能？竟然这么干净！他左右张望，满脸不可置信。艾伦西亚看着餐桌，厨师准备的龙虾大餐竟然完美的无可挑剔。
他冲进更衣室喊道：“这不可能！”女仆整理的衣柜，每一件衣服都整齐划一。艾伦西亚看向窗外，那是什么？园丁将灌木修剪成了精美的艺术雕像。他们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擅长工作了？这样根本没法找茬。仆人们看起来充满了职业自豪感。阿内斯走上前说道：“那是因为您经常亲自过来视察，小姐。”艾伦西亚推开房门，他猛地睁大眼睛，竟然连这里也完全没有抱怨的余地。管家走近说道：“小姐，我们有客人到了。”艾伦西亚大声喊道：“塞巴斯蒂安！”他指着门轴问道：“这扇门是怎么回事？一直在滋滋作响，是在开音乐会吗？难道不该提前修好吗？”塞巴斯蒂安低头回应道：“万分抱歉，小姐，等客人离开后我会立刻处理。”艾伦西亚追问道：“你打算怎么修？又是让仆人们随便敲打几下吗？”塞巴斯蒂安支支吾吾。艾伦西亚严肃地说道：“塞巴斯蒂安，这需要专业人士去安排木匠和铁匠，让他们来装园。”塞巴斯蒂安面露难色，但是格雷特里的技师需要提前几周预约。艾伦西亚反问：“他们又不是唯一的技师，对吧？去找能修好的人，不管是贵族还是平民，我都不在乎。”格雷特里是专门为贵族府邸提供维修服务的工会。起初他们确实技术精湛，但长期的垄断让他们变得腐败不堪，比起能力更看重关系。贵族们心知肚明，却因为那该死的自尊心，依然只雇佣他们。因为他们无法接受让低贱的平民技师碰触贵族的宅邸，名声对我来说毫无意义，所以完全没关系。倒不如说，因为这种不符合贵族身份的行为而遭到指责，对我这个恶女来说，简直再完美不过了。艾伦西亚看着塞巴斯蒂安被迫去雇佣平民，自尊心一定受挫了吧？塞巴斯蒂安行礼回应道：“遵命，我的小姐，我刚好认识一位技师。”艾伦西亚愣了一下，什么？塞巴斯蒂安嘴角上扬，艾伦西亚感到一阵恶寒。那个被称为木头人，无论发生什么都不会生气或微笑的塞巴斯蒂安，竟然笑了。我有种不祥的预感，这次我又搞砸了什么？塞巴斯蒂安再次行礼说道：“非常感谢您，小姐。”阿内斯凑近小声说道：“塞巴斯蒂安大人有个当技师的孙女，她很有天赋，但因为进不去格雷特里，一直没有出头之日。如果这次能成功，她就能以诺瓦里塔家族认可的大师身份出名。小姐，您给了她一个大好机会。”艾伦西亚僵在原地，简直太荒谬了！难道我现在连仆人们的家庭背景都要开始调查了吗？当个恶女果然一点都不容易。艾伦西亚坐在窗边，好久没这么平静了。他拖着脸颊哼起歌。阿内斯在一旁说道：“小姐，您真的该尽快决定了。”艾伦西亚疑惑地问道：“决定什么？”阿内斯掰着手指回应道：“关于社交界首秀，您要穿的礼服，还有珠宝和首饰。”他继续提醒道：“还有，您必须找一位舞伴。”艾伦西亚陷入沉思：“舞伴吗？巴洛斯王子的生日宴，在我的第一世就是在这场宴会上，我遇见了我的丈夫。我曾以为那是无与伦比的爱，以为只要结婚就能幸福，但这只是我的一厢情愿。所以这一世，我要找到最完美的伴侣，绝不看前夫一眼。”欧吉里德说道：“我会参加王子的生日宴，去准备吧。”弗雷德里克惊讶地问道：“您终于下定决心了吗？看来您还没。”目前皇室内部的继承权斗争已达到顶峰，巴洛斯王子在皇后的保护下得到了旧贵族的支持。与此同时，格雷西斯王子正在合并新兴势力，极力扩张自己的力量。在这种局势下，保持中立的格雷德罗斯家族成了首要目标。如果欧吉里德大人参加巴洛斯王子的庆典，人们会误以为家族倒向了皇后派系，他正承受着来自皇后势力的压力，难怪心情如此糟糕。弗雷德里克追上脚步说道：“既然要参加宴会，我们也会变得很忙，您还需要一位舞伴。”欧吉里德停下脚步问道：“舞伴？”一名侍卫递上一封信件：“欢迎回来，有一封给您的信。”欧吉里德盯着信封，这封信无论怎么看都像是一封情书，寄件人是艾伦西亚小姐，我甚至不敢打开看。欧吉里得看向弗雷德里克：“你来读。”弗雷德里克无奈地回应道：“好吧。”他看着内容，兴奋地说道：“大人有好消息，我为您找到舞伴了。”他展示着手中的信件，这是艾伦西亚小姐寄来的，她邀请您作为舞伴，一起参加皇宫宴会。1周后，艾伦西亚坐在马车上，为什么没有回信？已经过去整整1周了。他烦躁地看向窗外，难道我应该直接闯进公爵府吗？欧吉里德冷峻的面容浮现在脑海中，还是算了，只要一想到他的脸，我就觉得有些泄气。艾伦西亚叹了口气，陷入了漫长的等待。马车停在服装店门口，阿内斯轻声说道：“小姐，我们到了。”艾伦西亚走进店内，店主安德烈迎上前说道：“欢迎光临，艾伦西亚小姐。”阿内斯围过来问道：“小姐，您觉得这个设计如何？这个颜色也非常适合您。”艾伦西亚没有理会推荐，伸手指向一件黑色礼服，平静地说道：“我要这一件。”安德烈脸色大变，他冷汗直流地回应道：“小姐，这件衣服绝对不能卖。”他急忙拿出一件粉色礼服，这件才是最流行的设计，而且看起来更可爱。艾伦西亚压低帽檐，眼神变得冰冷。“我已经决定了。”店主面露难色。“小姐。”服装店门打开，弗雷德里克迎上前说道：“果然是艾伦西亚小姐的马车。”艾伦西亚疑惑地问道：“请问你是？”弗雷德里克恭敬地行礼：“我是弗雷德里克，欧吉里德大人的副官。”艾伦西亚看着他，说起来确实有这么一个人。如果欧吉里德的副官在这里，那意味着……身后传来低沉的声音：“弗雷德里克，竟敢丢下主人乱跑！你到底在干什么？”他停在艾伦西亚面前。“艾伦西亚小姐。”弗雷德里克兴奋地说道：“您要穿这件参加宴会吗？”欧吉里德大人可以配合您的礼服颜色。艾伦西亚转过身问道：“这意味着您愿意成为我的舞伴吗？”店主在一旁惊呼：“难道2位是那种关系？”欧吉里德冷淡地回应道：“
我们不是。艾伦西亚追问道。那么您要拒绝吗？欧吉里德嘴角微扬，邀请某人成为舞伴，本该是由我来做的事。他支起艾伦西亚的手，低头亲吻她的手背。艾伦西亚小姐，能否给我这个荣幸，让我护送您参加宴会？艾伦西亚睁大眼睛，他竟然说出这种话。两人在光影中对视，其他人在远处惊讶地看着。弗雷德里克回过神说道：“我必须去为大人挑选合适的衣服了。”阿内斯也急忙说道：“那我去准备珠宝。”店主说道：“请允许我为你们护航。”艾伦西亚皮笑肉不笑：“您刚才是不是还有别的话想说？”欧吉里德毫不示弱，嘴角带着冰冷的弧度：“这句话同样适用于你。”两人四目相对，空气中仿佛有火花迸发。巴洛斯王子的生日宴会当天，欧吉里得走入庄园。诺瓦里塔公爵走近问道：“你就是我女儿的伴侣？谁知道格雷德罗斯公爵躲在领地里做什么？你父亲知道你在做什么吗？”欧吉里德回应道：“忙碌的诺瓦里塔公爵竟然对我们家这么感兴趣，这关你什么事？”诺瓦里塔公爵皱眉问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欧吉里德面无表情地说道：“很高兴看到您身体健康。”身后传来艾伦西亚的声音：“你来得很早。”欧吉里德爵士，他走下楼梯，看向两人说道：“两位晚上好。”诺瓦里塔公爵质问：“穿成这样成何体统？”艾伦西亚回应道：“有什么问题吗？反正我今天注定会成为焦点。”公爵抱起双臂：“真是够了，你必须去把衣服换掉，人们会变本加厉地羞辱诺瓦里塔家族。”艾伦西亚转过身，虽然有些不合常规，但难道不美吗？欧吉里德愣在原地，母亲走近说道：“真的很漂亮，艾伦西亚，不愧是我的女儿。”他轻抚艾伦西亚：“但你看上去有点冷，虽然是春天，夜晚还是很凉。”公爵与夫人并排站立，两人面色阴沉。艾伦西亚看着他们，这两个人之间的气氛是吵架了吗？艾伦西亚挽着欧吉里德：“那么我们先走了。”母亲点头回应：“好的，艾伦西亚，请务必保重安全。”宴会厅内人声鼎沸，贵族们举杯交谈。皇后莉莉摇晃着酒杯：“她也要参加今天的宴会吗？”巴洛斯王子看向皇后说道：“是的，母亲，我保证她一定会来。”皇后莉莉冷笑道：“没错，那个微不足道的格雷德罗斯不可能永远这么嚣张。”她转头看向女儿塞尔瓦雷娜：“今天对你也很重要。”塞尔瓦雷娜点头回应：“是的，母亲。”她看向巴洛斯王子：“你会把我介绍给欧吉里德爵士吧？”巴洛斯王子笑着回应道：“当然了，我知道你有多期待。”欧吉里德挽着艾伦西亚缓缓走进宴会厅中心，周围的贵族纷纷侧目。那件礼服是怎么回事？她没穿衬裙吗？看起来好轻便，帝国竟然有这样的少女。欧吉里德爵士还是第一次带伴侣来，他们看起来真般配。艾伦西亚笑着说道：“我们似乎很引人注目，我看起来确实很出众。”欧吉里德有些局促，低声问道：“被这么多人盯着看，你觉得开心吗？”艾伦西亚理所当然地回应道：“那是自然。”欧吉里德轻咳一声，两人继续向大厅走去。艾伦西亚环顾四周，虽然吸引了所有目光，但为什么没有人主动过来打招呼？周围的贵族女性们纷纷避开视线，低头窃窃私语：“难道是因为我是欧吉里德的伴侣，所以他们都在嫉妒我？”艾伦西亚兴致勃勃拉着欧吉里德说道：“好了，我们先去那边看看。”接着他又指向另一边：“这边也要去，还有那里，我也得去露个面才行。”欧吉里德被拽着走，简直像在遛狗一样。一名侍者走上前，躬身行礼说道：“打扰了，格雷德罗斯爵士，诺瓦里塔小姐，皇后陛下想见两位，请随我来。”艾伦西亚停下脚步：“皇后？”他看向远处的皇后，难道说皇后也盯上欧吉里德了？巴洛斯王子举起酒杯，笑着说道：“欧吉里德，感谢你来参加我的生日宴，也希望诺瓦里塔小姐能在这里玩得开心。”欧吉里德微微欠身：“当然，殿下。”艾伦西亚露出笑容：“感谢您的体贴。”巴洛斯王子看起来对我们的态度很友好。至于那位公主，我完全看不透她在想什么。算了，反正那也不重要。目前看来，皇后绝对是我的敌人。皇后莉莉用折扇遮住脸，盯着艾伦西亚问道：“我在想，这身衣服是公爵夫人为你挑选的吗？”艾伦西亚捂住脸颊，竟然如此公然地挑衅我，真是令人不敢相信。皇后莉莉继续说道：“听说你很少离开府邸，看来你完全不了解这个世界的运作方式吧？”装疯卖傻的丫头，艾伦西亚微笑着回应道：“事实上，这是我为了今天专门挑选的衣服。”他才是真的疯了。艾伦西亚拿起餐刀：“陛下，事实上，我从昨天起就一直没吃东西。”他沉思着，这里的每个女人肯定为了塞进礼服都在饿肚子，她们现在穿着勒得死紧的束身衣，大概什么都吃不下。我一定要在她们面前大口吃掉这些食物，还要表现得非常美味。艾伦西亚露出灿烂的笑容，继续说道：“我现在真的饿坏了，您不介意我用餐吧？”宴会上的食物本该是用来吃的，但实际上没人会动它们。在宴会上吃东西会损害一个人的尊严，对女性来说，束身衣让人难以进食。如果被迫进食时，有人在面前大快朵颐，那该有多气人！艾伦西亚插起一块肉塞进嘴里，坐在对面的皇后愤怒地看着他。欧吉里德问道：“我也可以和你一起吃吗？”艾伦西亚拿起餐具切开盘中的肉排。欧吉里德说道：“厨师的手艺确实出色。”艾伦西亚微笑着回应道：“是吧？肉质非常鲜嫩。”巴洛斯王子看这满桌菜肴，对身后的侍女说道：“也给我拿个盘子来。”艾伦西亚看着眼前的景象，请住手吧！如果连王子都开始用餐，就没人能公开指责我的行为了。欧吉里德沉默地坐在一旁，塞尔瓦雷娜托着下巴，露出满意的微笑。围观的贵族女性看着艾伦西亚，如果我也穿那样的衣服，至少也能尝一点味道。都怪这件束身衣，我也该买件那样的。不愧是艾伦西亚小姐，
总是全场的焦点。维多利那有些羞涩地说道：“我今天比平时更有自信，这一切都多亏了艾伦西亚。”红衣贵族女生看着她，你现在看起来更美了，一切都会顺利的。乐团奏起舞曲，维多利那提议道：“舞会时间到了，梅丽，我们要先走一步了。舞会结束后再来找你。”梅丽微笑着回应道：“请两位尽情享受吧。”舞池中人影交错，华丽的裙摆随音乐摆动。梅丽独自站在一旁，看着热闹的会场。金发男人走到近前说道：“很高兴见到你。”他伸出手发出邀请：“能邀请你跳支舞吗？”梅丽看着眼前的男人，好帅，现在不是发呆的时候，要像艾伦西亚教我的那样，表现出应有的礼仪。梅丽平复心情说道：“难道不该先自我介绍吗？那是基本的礼貌。”金发男人微笑着回应道：“我们可以慢慢了解彼此。”他突然伸手握住梅丽：“现在先跳舞吧。”梅丽惊慌地问道：“你在干什么？”金发男人冷笑着说道：“装什么高贵，明明是个连舞都没人请，只能站在角落里的家伙。”梅丽低头攥紧衣角，为什么要听这种话？如果我能更漂亮、更苗条，是不是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了？他想起艾伦西亚的话：“梅丽，如果他们打你，就给我打回去，无论别人说什么，最重要的是挺起胸膛。”梅丽抬起头：“没错，这不是我的错，错的人是他。”梅丽坚定地回应道：“我拒绝，请不要再纠缠我了。”金发男人恼羞成怒地问道：“你说什么？明明传闻说你是个只要是男人邀请就会扑上去的货色，你以为现在装的高尚就能改变什么吗？我甚至是因为可怜你才屈尊来找你说话的。”梅丽僵在原地，周围的贵族开始窃窃私语：“发生什么事了？好像是那位小姐拒绝了邀请，那不是赫特罗伯爵家的女儿吗？就是那个在宴会上从来没有舞伴的人，我觉得她没有资格挑三拣四。”梅丽听着周围的议论，低下了头。果然，像我这样的人，永远无法变得像艾伦西亚小姐那样。远处传来熟悉的声音：“梅丽，你在那里做什么？”艾伦西亚看着梅丽，竟然摆出这种愚蠢的表情。梅丽紧张地回应道：“艾伦西亚小姐。”艾伦西亚走到两人中间：“这位是谁？是你的舞伴吗？难道你相中这个男人了？”梅丽猛地抬起头，大声喊道：“当然不是，我绝对拒绝这种没用的男人。”他气得满脸通红：“你刚才说可怜我才找我说话，你以为自己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吗？”艾伦西亚看着爆发的梅丽，露出满意的微笑：“没错，梅丽就是这种气势。”他转过头看向金发男人，顺便说一句：“我很好奇，你到底以为自己是谁，竟然敢对伯爵的女儿表现得如此傲慢？这个人是……”与此同时，欧吉里德在人群中穿梭，他到底去哪了？塞尔瓦雷纳从身后走近：“欧吉里德大人。”他露出优雅的微笑：“能请您拨冗，给我一点宝贵的时间吗？”欧吉里得看这眼前的女人，塞尔瓦雷纳公主，聪明且精通社交与时政，受过高等教育，名下拥有多篇学术论文。她一定知道皇后正秘密地试图将我与她联系在一起。她也应该明白，如果我们在这里交谈，会产生什么样的传闻。塞尔瓦雷纳公主微笑着说道：“实际上，我想向您提出一个建议。”欧吉里德大人。尤克里德看向远处的骚动，那些白痴。欧吉里德看到了远处的艾伦西亚，他转身说道：“非常抱歉，我的舞伴似乎卷入了某些麻烦。”塞尔瓦雷纳公主惊讶地喊道：“欧吉里德大人！”欧吉里德穿过人群，来到艾伦西亚身边。塞尔瓦雷纳公主站在远处，注视着这一幕。“你表现得真像个真正的舞伴，这种发展完全出乎意料。我与前夫的第一次见面，那简直像是童话中的瞬间。”金发男人看向艾伦西亚说道：“很高兴见到你，我的女士。”他伸出手：“能请你跳支舞吗？”我的丈夫曾是个贫穷的乡下贵族，也是童话般浪漫故事的主角。他与公爵之女诺瓦里塔的婚事，在社交界引起了轩然大波。不用说，实际的婚姻生活并不像童话那样美好。我犯下了各种暴行，最后我毁掉了一切。金发男人举起短刀，面色狰狞地吼道：“艾伦西亚，诺瓦里塔，是你毁了一切！”艾伦西亚看着刀锋，他恨我刀要用刀刺我，这也是理所当然的。金发男人挥动双臂，这个女人。艾伦西亚闭上双眼，为什么没有感觉到痛？他睁开眼，欧吉里德挡在身前，抓住了男人的手腕。他护住艾伦西亚，冷冷低质问道：“这是什么意思？在帝国的宴会上引起这种粗俗的骚乱？”金发贵族流着冷汗，尴尬地回应道：“这似乎有些误会，我们只是在小声争论。”他试图挽回局面：“我是马赛蒂男爵家族的布兰马赛蒂，我们的领地就在西北边境。”欧吉里德面无表情：“我会记住那个名字的。”布兰呆立在原地，看着两人的背影，他脸色苍白，眼中充满了恐惧。欧吉里德扶住艾伦西亚：“你还好吗？”艾伦西亚有些慌乱：“是的，我没事。”维多利娜快步跑来：“艾伦西亚，梅丽，你还好吗？”梅丽低着头：“我没事。”艾伦西亚小姐，我很抱歉让你卷入这种麻烦，幸好没出什么大事。艾伦西亚沉思着：“什么都没发生，我没必要再担心了。比起那个，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在这一世，我必须成为一个恶女。”她轻声唤道：“梅丽。”她指着梅丽说道：“更重要的是，那深俗气的裙子是怎么回事？”梅丽愣在原地：“什么？”艾伦西亚看着梅丽的裙子，到底在上面别了多少蝴蝶结？你又不是13岁的少女，饰品也太闪亮了，用珠宝炫耀财富已经过时了，这就是你被嘲笑没品位的原因。梅丽抓紧裙摆回应道：“我。”艾伦西亚思索着，说到这种程度，他一定会恨我吧？梅丽转身跑开，从桌上拿起一把餐刀，她举起餐刀，用力割向裙子上的装饰，粉色的蝴蝶结纷纷落地。艾伦西亚冲上前，抓住梅丽的手腕，喊道：“等等，你在干什么？”梅丽神情认真地说道：“真的很土不是吗？”艾伦西亚愣在原地，确实如此。名媛们围上来赞叹道：“
太神奇了，去掉蝴蝶结后好看多了，不愧是艾伦西亚小姐，您的眼光真是卓越。如果连裙摆上的都去掉就有些过头了，幸好您及时阻止了她，现在的样子非常完美。艾伦西亚满脸惊愕，这和我想象的不一样，我明明是在欺负她，为什么大家都在夸我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梅丽向艾伦西亚行礼，艾伦西亚小姐，下次我会正式道谢的。名媛们纷纷告别，祝您度过愉快的夜晚。欧吉里德大公也是，众人散去，大厅只剩下2人。艾伦西亚紧张地抓住欧吉里德，他仰头问道：“我刚才看起来不像个非常恶毒的人吗？”欧吉里德愣了一下，不。艾伦西亚追问道：“一点也不像吗？我的话没有伤害到那位小姐吗？”欧吉里德认真地回应道：“当然没有，实际上你非常善良。”善良这个词像巨石一样砸在艾伦西亚头上，他低声说道：“结束了。”欧吉里德的嘴角微微上扬，有个伴侣难道不好吗？几乎没人找我说话了，也没人再提无聊的婚约。艾伦西亚有些尴尬，抬头问道：“那么你是想让我祝贺你吗？”欧吉里德轻笑出声：“托你的福，今天我也看了一场好戏。”他温柔地注视着艾伦西亚：“谢谢你，我们下次再见面吧。”艾伦西亚瞬间红了脸，为什么突然这么温柔？用这张脸来攻击我，简直是犯规。深夜的城堡寂静无声，房间内传来清脆的破碎声，镜子被砸得粉碎。皇后站在梳妆台前，愤怒地低声说道：“那个该死的格雷德罗斯，问题总是出在他们身上。以前是那个女人，现在又是那个家伙。”他咬着手指，眼中充满了恨意。艾伦西亚，诺瓦丽塔到底在打什么主意？他以前从没做过这种事。房门被缓缓推开，塞尔瓦雷娜走进来，轻声说道：“母亲。”皇后猛地转过身，挥起手中的折扇，重重扇在塞尔瓦雷娜脸上。她歇斯底里地吼道：“你到底在干什么？真是太可悲了！”塞尔瓦雷娜被打得侧过头，脸上留下了红印。皇后厌恶地看着她，说实话，你简直和你父亲一模一样，真让人恶心。塞尔瓦雷娜微笑着说道：“请不要担心，母亲，等时机成熟，我会再次去见欧吉里的大公的。”艾伦西亚躺在长椅上，惬意地闭上眼，真是和平又安静啊！我已经完成了社交首秀，本该作为继承人努力工作，但我绝不能做任何提升诺瓦里塔家族声望的事。我需要开始一项业务，让自己成为别人怨恨的目标。既然要做，就干脆针对那些权势人物。艾伦西亚猛地坐起身，就是这个，我要把钱借给贵族们，折磨他们直到还清为止。毕竟这世上没有比金钱更邪恶的东西。父亲放下手中的文件，冷冷地回应道：“不行，如果你非要做放贷生意，那就去针对平民。”艾伦西亚站在桌前反驳道：“但是父亲，要维持贵族的生活方式，需要巨额的资金，平民的规模根本无法与权势者相比。”他沉思着，无论从平民身上招致多少怨恨，都无法动摇诺瓦里塔分毫。父亲叹了口气：“你该知道放贷是违法生意吧？”他拿出一封信封，既然你这么有信心，那就把这个拿去。艾伦西亚兴奋地接过信封，太好了，这就是我的启动资金。父亲提醒道：“如果生意出了问题，我可不会偏袒你，你还要继续吗？”艾伦西亚紧握信封，绝对不会发生那种事，请别担心。他满怀期待地拆开信封，我一定会制造大麻烦，把整个家族都拖下水。支票上写着500银币。艾伦西亚把自己裹在被子里，竟然是500银币，不是金币吗？只靠这点钱，我要怎么开始做生意？连本钱都没有，到底要怎么借钱给别人？这项事业已经彻底失败了。阿内斯推开门说道：“小姐，有客人来访，对方似乎有一份商业提案要交给您。”艾伦西亚从被子里探出头，疑惑地问道：“是谁？”安德烈大声喊道：“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，艾伦西亚小姐，现在外面已经彻底乱套了，每天都有10多个人指明要穿和您一样的裙子。”艾伦西亚坐在桌边，冷淡地回应道：“那又怎样？”安德烈俯身靠向桌面，神情狂热地恳求道：“所以，请务必允许我们以您的名义出售这些裙子。”艾伦西亚微微勾起嘴角：“就是这个。”他开口问道：“那你打算给我多少钱？”安德烈愣在原地，一时间没反应过来。艾伦西亚的眼神变得锐利：“我是问你打算付我多少钱？你该不会想免费使用我的名号吧？”安德烈慌忙摆手回应道：“当然会付钱，一件衣服给您3枚银币，您看如何？”艾伦西亚伸出3根手指：“我要纯利润的30%。”安德烈垂下头：“那就25%。”艾伦西亚靠在椅背上：“安德烈，我并不是非要出借名号，但你却非常需要我的名字，不是吗？”安德烈垂头丧气地说道：“那就30%吧。”艾伦西亚开心地拍手：“真是个好主意！既然决定要做了，那就做得彻底一点。先去请一位肖像画师如何？”安德烈点头回应道：“听起来不错。”艾伦西亚补充：“要把我穿过的所有衣服全部画下来。”安德烈愣住：“什么？”马车在石子路上疾驰。欧吉里德靠在窗边，看着手中的文件说道：“这份工作真是看不到尽头啊。”他转头看向窗外：“那是什么？”弗雷德里克凑过来问道：“什么？”欧吉里德说道：“那绝对是艾伦西亚，但他看起来瘦了很多。这几天他经历了什么？”弗雷德里克点头回应道：“你说的对，他像一张碎纸片一样在到处乱飘。等等，仔细看的话，那真的就是一张纸。”五彩斑斓的传单从空中飘落，正好掉进马车窗户。欧吉里德伸手接住传单，皱起眉头问道：“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”传单上画着艾伦西亚，上面写着安德烈精品店。艾伦西亚数着桌上的银币：1220、1230。他看着成堆的钱币，整整1230枚银币，但这还是不够。难道没有谁能借我点钱吗？父亲明明有那么多钱，却只给了我500银币。那个吝啬的老头子。他突然停下动作。那个男人怎么样？
他想象着。欧吉里德说道：“小姐，感谢您那天在舞会上的帮助。如果您以后需要合作伙伴，请尽管开口。对了，您提到过需要钱，对吧？其实我非常富有。”艾伦西亚看向阿内斯，格雷德罗斯家族的财务状况如何？阿内斯愣了一下，什么？听说他们非常富有，传闻他们拥有好几座金矿。艾伦西亚站起身，好极了，阿内斯，我们走吧。阿内斯慌张地跟在后面，要去哪里？您该不会是想去找欧吉里德大人借钱吧？艾伦西亚转过头问道，怎么，我不可以去吗？阿内斯大声抗议道，当然不可以，哪有女性在结婚前就跑去借钱的？这会让人觉得您有严重问题，比如沉迷赌博或者卷入了什么危险的事情。艾伦西亚想象着，欧吉里德神情阴沉地说道，你突然要借这么大一笔钱，你的理财观念到底怎么了？我们还是保持距离吧。艾伦西亚捂住嘴偷笑，那听起来其实也不坏嘛。几天后，艾伦西亚骑马抵达府邸，弗雷德里克急忙上前，艾伦西亚小姐。艾伦西亚翻身下马，日安弗雷德里克。弗雷德里克神色慌张地问道，您怎么突然来了？欧吉里德大人今天很忙。艾伦西亚看向旁边的马车，有人在我之前到了吗？算了，这不重要。他推开大门喊道，我进来了。弗雷德里克在身后追赶，小姐。艾伦西亚走进大厅，不愧是格雷德罗斯府邸，总是这么干净。他径直走向楼梯，欧吉里德大人是在接待室吗？弗雷德里克紧跟在后，请等一下，小姐，皇女殿下正在访问。接待室内，塞尔瓦雷纳问道，还没决定吗？欧吉里德坐在对面，殿下，我很抱歉，但无法立刻决定。门外传来争吵声，塞尔瓦雷纳看向大门，外面很吵。欧吉里德一愣，那个声音是他。他猛地站起身，失礼了，我等的人到了。欧吉里德推开大门，果然是你，艾伦西亚，别站在那里，进来吧。艾伦西亚愣在原地，欧吉里德低下头问道，怎么了？坐在沙发上的塞尔瓦雷纳笑着说道，欢迎艾伦西亚小姐，我们又在这种地方见面了。艾伦西亚看着眼前的女人，为什么这个人会在格雷德罗斯府邸？欧吉里得看向艾伦西亚，喜欢玫瑰茶吗？这里也有咖啡，不过我不想给他咖啡，不希望斯坦大人的惨剧再次发生在他身上。艾伦西亚愣住，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但感觉很不愉快。塞尔瓦雷纳端坐着，他看向艾伦西亚，首先我必须向你道歉。艾伦西亚疑惑地问道，对我吗？塞尔瓦雷纳微笑着回应道，请不要太责怪他，毕竟情况特殊，我向欧吉里德大人求婚了。艾伦西亚惊呼道，天哪，那真是太棒了。欧吉里德握住他的手，我很抱歉，事情变成了这样。艾伦西亚，我本该先正式向你求婚。艾伦西亚满脸通红，你要对我做什么？这个男人是真的吃错药了吗？欧吉里得看向塞尔瓦雷纳，殿下如您所见，我已完全被艾伦西亚迷住，如果是皇后的建议，请您收回那个想法。艾伦西亚恍然大悟，原来如此，两位王子之间的皇位权力斗争已久，双方势力不相上下，除非像格雷德罗斯这样强大的力量介入，否则胜负难分。如果欧吉里德与皇女联姻，巴洛斯就能立刻稳固储君之位。艾伦西亚低声质问，你是在拿我当借口拒绝这场婚约吗？这种谈话持续多久了？欧吉里德凑近耳边，大概1-2年了，虽然是秘密，但知情人都很清楚。艾伦西亚露出微笑，太幸运了。他对塞尔瓦雷纳说道，其实该道歉的人是我已经离不开欧吉里德大人了。欧吉里德笑着回应道，我也是。艾伦西亚继续说道，所以我不能把它还给您，我要把它抢走。欧吉里德瘫坐在沙发上，谢谢你的配合。艾伦西亚说道，刚才那可不是演戏。欧吉里德惊讶地问道，所以你是说那是认真的？艾伦西亚笑着回应道，目前来说算是暂时的真实吧。欧吉里德无奈地扶额，这女人也是个爱唱反调的人。艾伦西亚喝着茶，我帮你是因为你遇到了麻烦，但现在这是怎么回事？他放下茶杯，先不说那个，你能借我点钱吗？欧吉里德愣住了，借钱？艾伦西亚兴奋地喊道，没错，就是钱，借给我吧，不管是银币、金币，还是支票、土地，甚至建筑也可以，我不挑剔。欧吉里德陷入沉思，诺瓦里塔家的女儿为什么会需要钱？艾伦西亚虽然吵闹，但并不是会作恶的人，既然如此，他一定是卷入了某种危险的事情。艾伦西亚说道，我先帮了你，所以别问为什么，这样不行吗？我真的没钱了。马车缓缓驶离府邸，塞尔瓦雷纳坐在车内，虽然有很多方法可以强行推进婚约，但是如果那样做，和艾伦西亚小姐的关系会变得很尴尬。那个女人打动了那个孤僻男人的心，还瞒过了他狡猾的母亲，她才是我真正应该拉拢的盟友。真正的关键并不是欧吉里德大人，而是艾伦西亚小姐。今天早上，父亲和母亲离开了领地，这意味着现在由我来掌管这个家。趁父亲不在，我必须了解家族的现状。虽然他们称我为继承人，却一直对我隐瞒家族事务。艾伦西亚坐在书桌前，翻阅着家族账目。管家推门走进房间，小姐，有客人到了。艾伦西亚问道，这么早就有客人？走廊传来急促的脚步声，管家侧过头，谁在走廊上奔跑？一个男人冲进房间，跪在地上哀求道，艾伦西亚小姐，请救救我。艾伦西亚露出惊讶的神情，她提起裙摆，快步跑向走廊。男子在前方引路，这边请。房门被猛地推开，埃尔瓦斯扶着女仆的肩膀，神色慌张地喊道，艾伦西亚。艾伦西亚停下脚步，是在让仆人整理衣服吗？这里的人似乎不少。女仆们低着头，神色委屈。埃尔瓦斯说道，是的，但我说没关系，他们却强行闯了进来。艾伦西亚盯着女仆问道，是你自己在整理衣服，还是别人在帮你整理？
女仆紧紧抓着衣襟，身体颤抖着。艾伦西亚指着门口喊道：“真丢脸！这里的所有人都需要重新接受教育。你们在干什么？现在立刻给我出去，不许靠近我！”女仆们惊慌失措地逃出了房间。艾伦西亚看向埃尔瓦斯：“哥哥，我会保证这种事以后不再发生。作为继承人，这属于我的管辖范围。”埃尔瓦斯提着裤子：“既然你这么说的话。”艾伦西亚笑着继续说道：“我会负起责任，以后你身边只安排男仆来服侍。”埃尔瓦斯愣在原地，他挠着脸颊说道：“你没必要做到那步。”我知道埃尔瓦斯手脚不干净，这种肮脏手段在贵族圈其实并不罕见，或许维持现状会更安全。但是，艾伦西亚神色冰冷地说道：“顺便说一句，哥哥，如果你想沉溺于女人，请去外面随你高兴的玩。”埃尔瓦斯满脸通红地问道：“什么？”艾伦西亚盯着他，继续说道：“但能不能请你别把手伸向属于诺瓦里塔斯家族的东西？”会客室内，茶杯冒着热气，欧吉里德坐在沙发上，他迟到了。虽然我是不请自来，发生了什么事吗？门外传来女仆的议论声：“少爷又闯祸了，幸好小姐帮了我们。”欧吉里德站起身，走到门口问道：“艾伦西亚小姐很忙吗？”女仆显得有些慌张，支支吾吾地回应道：“那个。”欧吉里德眉头微蹙，难道是少爷对小姐有什么特别的企图？他需要钱的原因，难道是因为诺瓦里塔家族本身出了什么问题吗？埃尔瓦斯握紧了拳头，艾伦西亚冷笑着说道：“哎呀，这次是想展示你的力量吗？真可怜哥哥！”埃尔瓦斯咬紧牙关，愤怒地吼道：“你这个没教养的小鬼！”他高高举起拳头，向艾伦西亚挥去，一只手突然伸出，一掌打在埃尔瓦斯脸上。艾伦西亚睁开眼，看着挡在身前的背影，欧吉里德，他为什么总是在这种时候出现？简直就像救世主一样。欧吉里德侧过头，冷冷地问道：“这就是你需要钱的原因吗？是为了摆脱那个垃圾吗？”艾伦西亚挥动双手回应道：“不是的。”为什么会得出这种奇怪的结论？欧吉里德垂下眼帘说道：“是吗？如果你希望的话，我可以假装不知道。”艾伦西亚急忙喊道：“那不是重点。”欧吉里得继续说道：“我可以借给你任何你需要的数额。”艾伦西亚愣在原地，那确实是个好消息。欧吉里德突然单膝跪地：“你到底在追求什么？”他打开手中的首饰盒，一枚钻戒闪烁着光芒。欧吉里德仰头说道：“我不只拥有财力，还有剑术和人脉，我可以满足你的一切愿望。所以，艾伦西亚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”艾伦西亚瞪大眼睛，满脸通红的僵在原地。“你刚才说什么？”远处的庄园内，公爵夫人站在窗边说道：“我刚才说我不会回首都了。”他看着窗外的景色，既然不需要我照顾孩子，我就没有理由回去了。这里虽然荒凉，但管理的还算不错。公爵愤怒地对女仆吼道：“你们在干什么？还不快去准备！”公爵夫人身体不适，她会留在领地内休养。女仆低着头，惊慌地回应道：“遵命，大人。”公爵夫人问道：“那我的请求呢？你愿意听我解释吗？”公爵走向门口：“那是家族内部的事务，我会处理好的。”艾伦西亚拍向桌面说道：“所以这是什么玩笑？突然向我求婚？”欧吉里德叹了口气：“这次皇后恐怕不会轻易罢休。”艾伦西亚问道：“那你干脆放弃，直接娶公主如何？”欧吉里德回应道：“我做不到。”艾伦西亚回忆着：“他们看起来相处得挺不错。”欧吉里得继续说道：“当我尝试寻找其他结婚对象时，有一长串名单等着我去见面。”艾伦西亚说道：“我理解你的处境，但是我看起来真的善良到会帮你吗？”欧吉里德拿出信封：“我认为你是个聪明的女性，能准确计算其中的利弊。这是一份订婚协议，结婚契约对双方都是负担。我认识的人里，没人能在契约结婚后不以离婚收场。”艾伦西亚点头回应道：“确实如此。”欧吉里德微笑着说道：“但如果是订婚，我们可以轻易解除。你最初提出结婚，应该也有自己的目的，订婚协议足够达成目标了。”艾伦西亚接过协议，他确实很有说服力，尤其是那张脸，和欧吉里德扯上关系，似乎也不坏。借钱并制造一场混乱的爱恨情仇剧。艾伦西亚拍向桌面说道：“好吧，作为交换，你要做好心理准备。”他靠近欧吉里德：“我的演技非常出色，所有人都会以为我们在热恋中。”豪宅院子里堆满了华丽的礼盒，搬运工搬起沉重的箱子。今天也有这么多礼物。另一人回应道：“格雷德罗斯勋爵肯定是为了艾伦西亚小姐，彻底疯狂了。他已经连续1周每天都送这么多礼物。”搬运工担忧地问道：“如果公爵今晚回来知道这件事，不会引起大骚动吗？”同伴回应道：“只要在公爵回来前全部清理干净就没事了。”搬运工突然停下动作，等等，他看向远处，那辆马车是？那是公爵大人上周离开时坐的那辆，是公爵大人回来了，快点把东西清理干净。公爵走下马车，管家迎上前说道：“公爵大人非常抱歉，宅邸还没来得及清理。”公爵回应道：“没关系，是我临时取消计划提前回来了。”他看向院子里的箱子，那些是什么？管家低头回应道：“是格雷德罗斯家的，年轻勋爵送来的。”公爵脸色阴沉：“格雷德罗斯？”管家继续说道：“自从向艾伦西亚小姐求婚之后，他每天都会送来礼物。”你说什么？现在立刻去叫艾伦西亚过来。管家冷汗直流。实际上，小姐她……书房内，艾伦西亚看这欧吉里德应该再乱一点。欧吉里德问道：“还要比这更乱？我要把手表摘了吗？”艾伦西亚挥舞双手，大声喊道：“不是手表的问题，要更凌乱一点，你还不明白吗？”欧吉里德回应道：“原来如此，如果我把袖子再卷上去一点。”艾伦西亚冲上前，抓住他的衣领：“不是那样，像这样，我叫你把这里再解开一点。”他用力扯开欧吉里德的领口：“我们必须看起来真的像热恋中的情侣。”欧吉里得低头问道：“你在做什么？”
艾伦西亚愣在原地，糟糕，我太心急了。他松开手退后，我只是……他的大脑一片空白。欧吉里德解开领口，露出结实的胸膛，微笑着问道：“那么现在这样足够了吗？”艾伦西亚说道：“当然，非常完美。不对，我的意思是……”他捂着脸冲向门口。天呐，我要去吹吹风！弗雷德里克吓得举起双手。我发誓，我正准备敲门。他平复心情，继续说道：“实际上，诺瓦里塔公爵大人已经回到府邸了。”走廊传来公爵的怒吼：“立刻去叫艾伦西亚！”艾伦西亚停下脚步，脸色瞬间变得惨白。弗雷德里克在门外喊道：“请再等一下，小姐。”艾伦西亚猛地转身，抓住了欧吉里德的手。没错，现在不是被他的脸迷惑的时候。欧吉里德惊讶地喊道：“艾伦西亚！”艾伦西亚将他推到墙边，双手抵住他的胸膛。戏还没开始呢，这可能会有点尴尬，所以请闭上眼睛。欧吉里德问道：“你要做什么？”艾伦西亚紧紧抓住他的腰际，整个人贴了上去。欧吉里德垂下眼眸，看着怀里的他。管家在门外喊道：“公爵大人，请等一下。”诺瓦里塔公爵撞开大门，大声吼道：“艾伦西亚！”他僵在原地，看着眼前的景象，诡异的气氛，凌乱的衣服，还有欧吉里德脖子上鲜红的印记。诺瓦里塔公爵指着欧吉里德，颤抖着说道：“你这家伙，我听说格雷德罗斯公爵选了一个出身不明的人作为继承人。”公爵再次吼道：“艾伦西亚，立刻给我过来！”艾伦西亚靠在欧吉里德怀里，轻声回应道：“父亲，请为你刚才的话道歉。”诺瓦里塔公爵愣住：“你说什么？”艾伦西亚冷笑：“如果你不想见到一个来历不明的孙辈，难道不该先管好埃尔瓦斯哥哥吗？还有艾文哥哥，听说他今天在竞技场赌了一大笔钱。”诺瓦里塔公爵咬紧牙关，愤怒地吼道：“住口，艾伦西亚！不要随随便便插手你兄弟的事情！我叫你现在立刻给我过来！”欧吉里德上前一步，挡在艾伦西亚身前：“非常抱歉，公爵大人，今天就到此为止吧。”